但这时魏无涯望了望峰顶处，面无表情。我们进入内谷后也已经走了3天2夜，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吧。不要告诉我还要再走上数日。魏道友放心，翻过了此山就到了那地方了，不用过于心急。此事若是成了，我们鬼灵门固然可以成为魔道第1大宗，魏道友突破化神期也是指日可待。哼，说实话，我对灵渺园的传说并不相信，多半是那些上古修士以讹传讹。若真有这么一处位于灵界与我们人界交界处的地方，早应该被其他修士找到，还能保持至今。魏兄既然不信，当初为何一口答应本门的邀请？王道友都如此郑重其事，几乎将门中一半精锐尽数带出，自然对坠魔谷此行真有一定把握才是。想必道友要找的即使不是灵渺园，也应该是一处上古修士的秘地。老夫既然知道了此事，自然要掺上一脚。你借助老夫名声来镇压其他入谷修士，老夫则分上一些宝物，应该不过分吧？哈哈哈哈，魏兄倒是快人快语。不过魏道友有一件事情料错了，本宗花费了如此大心血，正是冲那灵渺园而去。这灵渺园可不是什么虚假之物，而是的确有此地。整个坠魔谷其实就是上古修士专门看守灵渺园而修建。我们只要翻过此山，再过数个时辰就可亲眼得以见到。到时开启此处空间，还要靠魏道友多出些力了。魏无涯闻言有些意外，脸上却露出一丝动容之色。听魏门主的话里意思，似乎手里已经掌握了灵渺园存在的证据。不错，本宗的确有7、8成把握可以确认灵渺园的存在。至于是何证据，等到了那里，魏道友自然就知道了。黑袍中年人一说完这话，脸上露出了一些神秘之色。此人倒是枭雄本色，自身只是元婴初期修为，但面对魏无涯这位元婴后期大修士，竟毫无不安之色。魏无涯点了点头，脸上神色恢复如初，但心中却是不禁冷笑一声。就算眼前鬼灵门之主说的天花乱坠，没有亲眼见到灵渺园的踪迹，他是绝不会相信半分的。当然，这些腹诽之言，魏无涯不会直接说出口，而是冷冷一笑，话题一转，忽然提及了另外一件事。鬼门的钟长老一入谷后，就和我等分开来行事，如今已过了这般长的时间，也不见会合。王门主能否告知钟道友的下落？总不会和其他修士一样，鬼门让这么一位元婴中的长老在坠魔谷中闲逛了吧？魏兄说笑了，不瞒道友，钟长老其实去谷中的另一处秘地寻找另一宗宝物去了。当然，此宝虽然珍惜，但肯定无法和灵渺园相提并论。鬼灵门门主似乎毫不在意，轻描淡写的回应。听对方如此坦然承认，魏无涯干笑2声，倒也不好继续追问下去。一行人重新沉寂下来，继续向山头闷声而走。一片坑坑洼洼的乱石堆中，6、7名鬼灵门弟子正在分散各处，不停地在一些巨石之下四处寻觅着什么。而鬼灵门的中姓老者漂浮在这片石堆的中心处，一动不动。虽然他的神识可以轻易地罩住数十里之广的荒野之地，但想要找出一些特定的标记出来，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以此位即使心里大感不耐，但也只能依靠门下的这些弟子大海捞针一般慢慢搜索。
那股某处大峡谷出口处，遍布五色霞光的峡谷中，突然传来了雷鸣般的轰隆隆之声，接着霞光大放，一阵电闪雷鸣。忽然间，从谷中冲出来一群修士，为首的是名老道和一个绿袍老者。二人虽然看起来没有任何损伤，但形象颇为狼狈，一副灰头灰脸的模样，正是天津真人和玉灵宗的大长老东门图。两人身后，其他5名绿袍修士同样是衣衫破烂，面色苍白，似乎吃了一些苦头。倒是那2只恶鬼傀儡依然和原来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总算冲破禁制进入内谷了。想不到天津道友的2具傀儡如此厉害，几乎和初期顶阶修士差不了多少了。真是让人羡慕啊。东门图冲出谷口数十丈远后，才停下了盾光，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峡谷，又瞅了一眼那2只面目狰狞的恶鬼傀儡，面露异色。傀儡就是傀儡，再怎么厉害，又如何能和东门兄这几位手下相比？他们5人各有修行5行功法中的一种，联手起来恐怕和元婴后期修士也能相抗衡一时。天津真人显然对东门图戒心不小，一出山谷后故意落后一段，若有若无地拉开了与他之间的距离。而2名机关傀儡此时各自一闪，站到了老道的身后。看到此幕，东门图先是脸色一沉，但随即叹了口气，苦笑了起来。天津道友还真对在下够小心的，在下原以为经过这2日的协力破阵，道友应该对在下没什么偏见才是。道友不如再考虑一下联手之事，我2人合力寻宝的话，可比单打独斗稳妥得多了。东门兄说的哪里话，贫道可是对道友没什么偏见，只是贫道喜欢独来独往，联手之事还是不要再提。我们现在2人既然都已经进入内谷，贫道这就告辞。天津真人打了个哈哈，若无其事一口回绝，施了一礼，目光就谨慎盯着对方的脸孔，没有挪开分毫。东门图见此情形，皱了一下眉，随即展颜一笑起来。既然天津道友真不愿意和在下一起，老夫自然不会再勉强的。那我2人就此分手吧，希望道友大有所获呀。那贫道就多谢东门兄的吉言了。天津真人一听此言，面上神色一松，神色平和，然后老道带着2只傀儡稍微辨认了一下方向，不紧不慢地离开了。望着天津真人渐渐远去的背影，绿袍老者面孔却是蓦然阴沉下来。这个老鬼真是够谨慎的，跟他相处2天，居然一丝破绽没露。否则若在内谷探宝中再多出这2只傀儡的话，老夫就更安全一些了。东门图仿佛不甘心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四下瞅了瞅，就一拍腰间的储物袋，嗖的一声，一只银光闪闪的巨大蝙蝠从袋中飞出，落在东门图的面前。他一扬手，一颗乌黑的药丸弹射而出，银色巨蝠在半空中一口将药丸吞进了腹中，然后一个盘旋，蓦然向另一方向飞射而去。东门图见到此幕，急忙一招呼身后的5名修士，带头化为一道绿光飞了过去。5名玉灵宗修士紧随而去，转眼间峡谷口处人迹全无。怎么样，鲁兄也布置的差不多了吧？有这几座法阵将此处彻底罩住，就算就天大的麻烦也能应付1、2了。况且十有八九我们是在白浪费时间而已。南陇侯将手中的最后一杆法旗插进水潭底部的一角，两手一拍，苦笑着说道：老夫宁愿多浪费些时间，也不愿意出什么意外。说是此门后面真是上古修士的秘宝藏匿处，那自然最好不过。说若不是的话，做了些准备总比不做的好。老夫虽对宝物炎热得很，
但对这条老命却更加看重的。陆卫英也微然一笑，不在意。南陇侯听了这话，摇了摇头，就不说什么了。此时老者将手中最后一件阵盘摆好，并激发了禁制，一层白色霞光若有若无地浮现在了四周。老者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这才转过身来，重新面对闪着血光的石门。南陇侯早就等得有些不耐，见老者布置完毕，立刻不客气地猛然从腰间将一只储物袋摘下，往空中旋转一抛，顿时一片白色霞光席卷而出，地面上多出了那些晶莹剔透的古修遗骸。这血咒之门也够邪门的，破解此门的禁制竟然还需要下咒之人的精元或者血肉才能解除。血肉肯定无法找到了，但是这具作画的古修遗骸中应该还有一些修士精元才是。南陇侯沉声说完，一张口喷出了那口金黄色的飞剑，随后他伸出手冲地上虚空一抓，那具骨骸顿时漂浮而起，升到了地面5-6丈高的地方。南陇侯手指一弹，顿时一道白色法诀击到了胸口前，停止不动。无名一声，小剑一阵轻颤，剑尖处突然爆发出刺目的剑芒，金灿灿，耀目异常。随后这剑芒越来越亮，化为了一团金色光球。片刻后，金芒所化的光团瞬间脱离小剑，激射而出，全都打在了飘在空中的骨骸之上。金色光团一下爆裂了开来，无数犀利异常的剑气交叉纵横，一下将骸骨都淹没在其中。霎时间，大小差不多的骨粉从剑芒中如沙粒般飘落而下。南陇侯目中金光一闪，袍袖一甩，一片金色霞光从袖中蜂拥而出，正好将那些半透明的骨沙一粒不剩地席卷在其中。空中的金色剑芒这时消退了下去，看着金色霞光卷起一团晶莹骨粉，南陇侯暗自点了点头，随后扭头瞅了一眼旁边的鲁卫英。老者见此，自然知道南陇侯的用意，当即不客气的双手一搓，那杆白蒙蒙的法旗就出现在两手中间，轻轻一抖，法旗附近一股飓风凭空浮现。这时南陇侯盘膝而坐，两手掐诀，口中发出低沉的咒语声，然后各色法诀从手中一道道的飞出，全都打在了包裹骨粉的金匣上。金色霞光被这法诀一催，裹在里面的骨粉缓缓地转动盘旋起来，这些半透明的粉末在霞光中泛起各色的灵光，闪烁不定，妖异非常。这时一旁的鲁姓老者试探地攻击了一下石门，他没有慌张动用手中的法旗，而是随意单手一抬，红光一闪，数颗拳头大小的火球一连串地轰在了石门上。几声轻微的闷响，火球刚一靠近石门，上面血光狂闪几下，忽然活了过来，大片的赤芒光柱中间一聚，一阵交织凝聚，化为了一个和石门雕刻鬼头一模一样的巨大鬼脸，足有丈许之大。鬼脸一口将几枚火球吞进大口，闪了几闪，立刻溃散不见，石门竟恢复了原状。看到这一幕，鲁姓老者心里一惊，但犹豫了一下，又将手中的法旗冲着石门一指，旗上已经浮现出那飓风出来，马上化为了一条风龙，呼啸着攻击着石门。鬼脸再次浮现，同样大嘴一张，一片红光从口中喷出，一下将那风龙卷入了血光中，收进了鬼口之内，然后鬼脸在老者惊怒交加间再次消失。鲁姓老者和南陇侯互望了一眼，不禁面面相觑。这血咒之门果然有些古怪，还是老老实实按照苍坤上人的破解之法解除此门吧。南陇侯叹了一口气，鲁卫英听了这话摸了摸下巴，也只能点点头。虽然他还有更厉害的攻击手段，但这石门上的鬼脸实在是有些邪门，他可不愿意弄巧成拙，反而搞砸了此事。以苍坤上人昔年偌大的名声，想必找出破解之道有较大的把握才是。
去！南陇侯这时一声低喝，冲半空中的霞光一指，霞光金色大放，嗡鸣一声，毫不迟疑地向石门卷了过去。血光闪动，那只鬼脸再次从石门上浮现了出来，只是这一次鬼脸面无表情，和金霞才一照面，掺杂在霞光中的骨粉突然化为米粒大小的白色光点，拼命地向鬼脸附沾而去。而鬼脸一接触这些光点，蓦然冒出了一股股灰白色的雾气，鬼脸瞬间溶解，片刻后整个石门都被笼罩在灰雾之中。雾气之中，鬼哭凄厉之声大起，血光闪动不已。随后一条条粗大的血色巨手一下从雾气中冲出，拼命地抽打着青石地面，仿佛整个石门都活过来一样。但转眼这些触手被灰雾一照，立刻一根根的融化溃散开来。